大家好哈，这里是 CLAC James 漫谈，我是 James 哈。那今天我们应该是第6集哈。今天早上就听了一个 YouTube， 刚好听到一个40几岁的一个财经媒体，那他在金融业上班，到40几岁之后被裁员之后，他才惊慌的发现自己完全对退休理财都没规划，自己也不懂。他是一个金融业的理财部门，结果他被退休之后，自己竟然发现自己的投资理财的绩效远远打不赢大盘，甚至退休之后非常的惊慌。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一般的理专他们其实是在推销商品，而自己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理财规划。这也不能怪他们啦，因为就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那他们认为这样子的卖产品就是在帮人家理财，这个是没有被告知了，所以也不能怪他们。就好像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没被告知的可能就没办法体会，那你没办法体会，你怎么可能去跟人家讲出这样子的话呢？对不对？所以对于一些金融业，因为不管是科班出身的，或者在从业很久的人，他们就是受到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业的熏陶，用金融业的话术，还有就算学校的科班出身的，也完全自己没有退休过。那些教投资的教授自己也没有退休过，等到退休了之后才知道，那些教投资理财的，或者有一些教授金融业的教授，退休的时候自己的投资理财跟退休规划都是茫然啦，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我看到有些教授退休，金融业教授退休的，还是非常的茫然哈。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专业，真正的专业就是曾经经历过，你自己为自己计算过、思考过，你就是专业。这个专业的投资理财金融业的朋友被退休之后这么慌张，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一般的民众想要到银行找理专帮他做理财规划或退休规划，这好像是走错地方了，就好像你想要吃健康食品，可是你每天都在逛这个夜市，问夜市的老板我应该吃什么？你夜市老板当然是给你吃章鱼烧啊，这个一堆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大碗卤肉饭啊，等等等等的，这还好总比去这个素食店啊，吃炸鸡啦，吃薯条啦。那你认为你这样子是在寻求一个健康饮食其实是完全是走错路了。所以你去找金融业理财专员帮你做理财、做退休规划你就好像你去夜市去找这个摊贩寻求健康饮食一样的不可得。那你只有要去寻求
帮助的是这个人本身就是退休的，而且他自己的退休规划做得很好，不是说一定只有一种方式，可是你要去请教的是这个人已经退休很久啊，他的钱永远用不完，这样的人你去请教他，那可能还有，如果对方只有30岁的人帮你做理财规划，那这个就是很荒谬了哈。这个就像一个开宾士的朋友去问坐公车或骑机车的人如何做理财规划一样的荒谬哦。好，这个是我想今天分享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就是亚洲跟欧美的教育其实是不太一样，文化也不同。我们亚洲的朋友大部分都以群体为重了哈，就是我不要跟人家不一样，我要跟人家一样。以前小时候爸爸教的就是你怎么不像你哥哥这么认真念书，或者是说你怎么不像谁谁谁那么仔细等等等。所以我们亚洲人通常会要求大家群体一致前进，这就是个人的思维都会被压抑，那就会造成一窝蜂。所以为什么亚洲只做制造业用价格销价竞争，这是一个文化传统亚洲我们小时候被教的就是没有国哪有家，这是我们小时候被教育的。那可是欧美的教育不是这样，欧美的教育是没有人民哪有国，这就是差别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跟美国同事去吃饭，那可能吃比如说三明治，或者是去吃 Chipotle， 那一个是当然文化差别，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样。第二个就是亚洲人通常去点菜的时候，通常就会说跟前面那个人一样，或者是一群亚洲人，结果点的都同一个 order， 就是点同样的东西可是我就看到我的同事，他怎么点都一样，可是他就是不会点前面人点过的东西。我说你怎么不跟他一样？说 no， 我不要一样，他可以随便其他的，就是不跟人家一样。这就是欧美跟亚洲人的习性真的不一样。那今天我又看到一个叫做哈佛商学院，就是公布台湾100强的企业 CEO 让我非常惊叹，非常惊叹。这个当然是不在我今天本来要谈的主题里面，不过稍微讲一下，让我太惊叹了，惊艳平均年龄，台湾100强公司的平均 CEO 年龄70岁，太不可思议了台湾人真的是很卖命亚洲人真的很卖命，就是这个前100强的 CEO平均年龄70岁，哇，这个是不简单。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插曲了，突然想到。再来就是有一个观察，就是过去有些国家的经济体是比较封闭，所以要买到这个外面的商品，买便宜的或好的商品买不到。我记得我去苏联的时候，
他们的汇率当然就是封闭嘛，那也没有外汇，所以他买不到欧美的商品，那就是想要拿到美元、美金，所以汇率地下经济是蛮风行的所以他们要买到国外的东西不容易，那因为他们的外汇不是很，就是他这个没办法买到嘛。那现在看起来美国把很多好的产品中国好的商品或低廉的商品，比如说太阳能还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商品挡在美国的门外那美国好像也在推动的这些计划经济，当然就是扶持一些企业AI 的晶片的，所以让我感到有点时光倒流这个在美国廉价的高科技不可以进到美国但当然讲的理由是不太一样了理由不太一样它是以国安问题，可是让我感觉到有点时光倒流历史不会重演，但是总是会高度押韵，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察。那再来就是昨天有一个朋友，那我记得他好像投资资产只有160万，他还有信贷，他还要去股票，他还要去房贷80万，他说这样子他就要退休了。我看了一下，他就是差不多1000万吧，连800万借出来就1000万。那他的一年开销，他说他要这个一个月要多少4万还一年看能不能出去旅游一次，所以我算一算，他差不多要100万。那100万后来我在看，把他过去的 email 拿回来看，哇，他只有投资资产只有160万，那他说要退休一年要花100万，这个也是。那他说他要去借800万房贷，那他就要退休了他的劳保可以一个月给他2万，所以你看他100万劳保2万，一年就24万没有2万24万，所以扣掉就要将近有剩70几万，那一年就要70几万。那他如果他说再去借800万，那又多了一个3.5万一个月的开销，那3.5万乘上12就是一年要42万，再加上我算一下76万好了。我们2万就是没有他100万减掉这个一个月2万的那个，所以76万再加上3.5万12个月，所以他一年要118万，那他只有1000万，所以连借款的还款1000万，所以他将要11.8% 的提领率，很难这样子的人也想要退休，不知道。那如果都是用 QQQI 的话，1000万乘上10%，一个月一年118除以12，那这是10万一个月，所以还是不能退休了。所以大家有时候还是蛮异想天开的。
OK， 好我今天就先讲这几个重点了哈。第一个就是去找理财专员或者是金融业的理专做退休或理财规划，是缘木求鱼啦。就好像你去夜市要寻求健康饮食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哈。你只有自己研究什么是适合你的健康饮食，会比去问这些夜市的朋友怎么吃才会健康更加重要。那亚洲人的一窝蜂的习性，这个是一个文化传统啦，没有对错好坏，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要开放式的教育，不要教条式的教育，让他们独立发展、自由发挥，建立他们的思考的习惯。你父母不要直接给答案，父母不要直接给答案，父母就是让他自己思考，不要给答案。你最好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想想看该怎么做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你自己想要做，你自己愿意做，那你就去做，而不是父母叫他做这个做那个。所以这样子可以让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有独立开发、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出亚洲人这个一窝蜂的习惯才能够有创新的思维。那美国现在的高科技是非常厉害了它的 AI 都非常厉害。那当然它现在要建立起自己的这个供应链，这也是有点历史时光倒流我们就看着。好，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OK， 谢谢，那下次见，拜拜。